Hello， 大家好，我是议员。今天这个影片呢，算是一个怀旧的影片吧。我们来回顾一下1960这个王国。各位还记得960是在什么时候解散的吗？根据之前的记录来看，960宣布解散的那一天是在7月28日。虽然后面有 Cortex 去接手了960这个王国，但是对我而言，在 Civil 宣布解散的时候，960是已经解散了的，不管后面谁接手都好。那么随着这个1周年的到来呢，我们也是来稍微看一下这些之前960的玩家，他们究竟移民到哪里去了。在我们正式说这些玩家移民到哪里去之前呢，这里来正式的恭喜一下960王国成为了应该算是第一个王国拥有3个联盟冠军头衔的王国。这里就包括之前的60 GT， 这个都是常年的冠军了嘛。第二个就是之前的60 MX， 但是60 MX 这边似乎是已经没有其他的玩家在里面了啦。接下来就是近期拿到冠军的60 KA， 这个是之前的名字，现在叫 SB 了。虽然现在的960在战场上可能打 KVK 不是这样之前那么凶悍了，但是他们的奥西里斯联赛还是有延续下去。尽管里面的玩家已经不是以前960的玩家了，但是至少有延续。OK， 我们正式来看一下列表，这些玩家究竟跑到哪里去了。现在这个列表呢，你们看到的是很早以前，就是刚刚宣布解散不久之后，这些玩家移民的方向。其实在这个时候还是看到有不少的玩家，他们继续待在960，就是还没有离开的。但这个也只是暂时而已，因为之后他们就全部跑掉了。不过当时候可以看到，其实比较多960的玩家，他们是移民到1316那边去，接着是2489，还有1093、1606、2377，比较多的玩家他们是各奔东西，就是有不同的王国。接下来来到了12月1日的时候，就是之前所讲的大多数玩家全部都移民到2489那边去了。从原本比较多玩家移民到1316变成全部都到2489，然后1960还是有保留不少的玩家。接着1093、3308，那时候1592、606的玩家就开始比较少一点了。不过592这里的人有稍微多一点，606这边少一点，2377这边人也是稍微变少一点了，并且来到这个时候2377也是差不多快要解散了。那在这个时期还是可以看到2728还是有一些大佬的账号，剩下的都是一些零碎的玩家，他们跑到其他的王国去。但是这个时候可以发现到移民到其他王国的玩家明显比起第一次看的时候还要更多了。那么现在我们来更新最新的列表，那你们可以看到现在大多数960的玩家究竟移民到哪里去了，就是2359。那其实这个也是很好理解啊，就是从原本2489这里的人跑过去2359，你们可以看到之前2489的列表是这么长的，但是说实话现在这个2359的列表加上2489的列表都没有比起之前还要更多，是因为有一些玩家他们已经移民到其他的王国去了。就比方说这里的 Goldfish Kim 他已经跑到1365， Cortex 他已经跑到一些比较弱的王国去了，他已经厌倦了先锋王国的战斗，还有一些其他的玩家都跑到其他的王国了。那这一次比较夸张的地方是什么呢？你们可以看到大多数玩家的名字都是已经更改了，尤其是这些移民到其他王国的玩家，基本上你们都可以看到之前的名字还有之后的名字。那么这边我们先专心的来看一下移民到指定王国的这些玩家，因为之前有玩家投诉说看不到列表，所以我把这个列表放大一点给大家看。OK， 那么就如大家所见到的2359目前是最多之前960账号的玩家，但是这些多数960的玩家呢，比较多都是属于后期的一些960的玩家，就是讲他们不属于早期啦。什么是属于后期，什么是属于早期呢？早期就比方说像 Civil 那一版的玩家，就是在亚老时期就已经存在的，或者是包哥在960那个时期当国王的时候的前期，后期是属于包哥时期后面才移民进来的。像这些除了阿玛阿 Z 跟这个阿波之外呢，大多数应该都算是比较后期了。那其实也是看到有不少玩家已经把账号给卖掉了。那这里比较稳定的算是1316，你们可以看到1316的列表几乎是没有什么变化的，就是从第一次他们移民出去的时候
然后比较第二次的时候那个列表也是差不多的，第三次的时候列表依旧还是差不多，不过人数有稍微少了一点点。至于移民离开的原因是什么，我这里就不清楚，我觉得比较大可能是因为账号卖掉了，所以这些账号就移民离开。但是对于这些玩家来说，他们还是比较想要一起在同一个王国里面一起玩而且大多数都是华人玩家，因为现在万国觉醒的情况就是非常少华人王国了，如果他们真的要移民离开，又要找到一个共同语言比较好联络的话，就比较难一点，而且大多数玩家都是认识的，你移民到另外一个王国去又不认识其他的玩家，到时候又会觉得说很辛苦，或者是没有办法沟通之类的，所以大多数还是会想要选择大家一起玩而且这边虽然是看到很多的换名字，但其实跟之前的名字没有什么差别，也就是说其实1316这里大多数玩家还是原本的那些玩家来的，他们并没有把账号给卖掉。也因为1316这边原始的玩家比较多，所以有一些玩家就称1316他们是现在新版的960了，或者是迷你版的960。接着我们看人数比较少的王国，这里就包括3308这里呢，其实之后应该会再变动啦，因为他们近期才推出了那个移民的名单，像这个 Lin 他是已经被要求说一定要移民离开了的，所以之后可能还要再更新但是我不会更新这个960的列表，而是直接更新3308的一些列表。但是这边我们也可以比较起之前就是3308的玩家跟现在3308的玩家，其实比较多都是把账号给卖掉了，你们可以对比起之前的名字跟现在的名字，而且有些名字其实并没有重复，就是讲有一些玩家移民离开了，又有一些玩家移民进来，但是那个人数也是跟之前差不多的。接着下一个就轮到1093了，大概有7个人左右。来到了第二次我做数据的时候就变成了9个人，有增加了2个人，但是来到了这一次我所做的列表又变回7个人了，所以跟之前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2489变动是最大的，因为比较多的玩家都跑到2359那边去了，但是我听到一些说法，就是2489近期应该还是会做一些移民的调整，所以不确定这个列表可以维持多久啦，但是相信之后还是有不少玩家移民。那其实这边98跟我这边用的账号呢还是同一个人只是名字换掉而已。那这里我们先暂停，稍微查看一下。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比较多960的玩家，他们还是想要移民到这种大型的先锋王国里面去。那除了1960这个我们不谈之外，那这边2359、1316、3308、1093跟2489都算是比较大型的，不管是去的人数比较多，还是这边总数加起来的人数都是比较多的。剩下的还有一些也是先锋王国，但是强度并没有这么的夸张，就比方说像1875跟1606，尤其1606是严重缩水了，现在已经不算是顶尖先锋了，有点差不多要到 A 等级那一种情况了。而728也可以算是一个比较小的 A 王国或者是先锋吧，那这边就只有2个账号而已。1365这边就有4个账号，多数都是韩国玩家。那么这边的列表大致上是这样子这些就是960的玩家，比较多人移民到了王国，至少会有2个玩家。那剩下其他的玩家列表就在这里。那严格来讲，这个3303我们也可以算一个啦，就是有2个玩家移民到3303那边去了，但是名字全部都改了，只有少数的玩家他们的名字是维持原本的名字。但是我相信这边多数王国的名字都是玩家没有看过或者是不太熟悉的吧。那么这边我们可以理解到，其实有蛮多玩家他们可能都是已经厌倦了这种先锋王国的 KVK 之类的，所以才选择这种比较偏弱一点的王国去打 KVK。但其实我这里说实话，去先锋王国也没有什么东西好玩的，除了战斗比较多之外，就是追击杀而已。其实追击杀是一件很无聊的事情，所以这些玩家把账号卖掉，或许也是一种解脱吧。比较让我伤心的就是我们的 Foggy 弃坑了。那不管怎样呢，现在960已经变成这样子的情况了，这些玩家都已经各奔东西了。不过还是有不少的玩家，他们坚持还在先锋王国那边战斗。不知不觉的已经1年过去了，就连这种1周年的影片我都可以做出来了。尽管是已经解散，但是对我而言960依旧还是那个传奇。尽管有一些老外都觉得说960不是真正的 GO， 但是我才不在乎他们怎样讲因为960留在万国觉醒里面的踪迹是没有办法抹去的。那
这里也是希望 SBL 在全球巅峰赛有一个比较不错的表现啊，就是可以帮960圆梦拿到一个全球巅峰赛冠军回来。基本上960这个王国什么东西都有了，就是唯独全球巅峰赛冠军没有办法拿回来而已。所以之后也是期待 SBL 的表现啦。以上就是关于960解散1周年玩家移民去向，至于各位看了之后有什么感想呢？那当然这里要再三提醒，这里所制作的列表全部都是我手动制作的，就是一个一个名字慢慢去比对的，所以难免可能会有一些错误，可能王国的名字写错，或者是列表这边编排有一些错误之类的，所以在这里先请各位多多包涵呢。所以各位有什么想法都可以在评论区写上。以上就是本期内容，我们下个影片再见。